大家好，这里是百味厨娘。切记红枣不能和它一起食用，我也是今天才知道。看完视频以后，千万不要吃错了。平时很多朋友都喜欢吃红枣，尤其是一些女性朋友。今天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下吃红枣有哪些注意事项，顺便再给大家分享一个红枣的新吃法。日常的时候，我们直接吃红枣，一次性不能吃的太多，5、6个就不能再吃了。如果吃的太多，容易上火。如果是小孩子的话，还会导致腹胀、不消化，出现口干舌燥的情况。如果是一些体质比较容易发胖的朋友，多吃特别容易引起发胖，所以我们在吃的时候一定要适量。先把红枣放进一个小碗中，加上1把葡萄干，加入1勺面粉，适量小苏打，倒入适量的清水，把红枣还有葡萄干像这样给它清洗一下。小苏打有很强的去污能力，面粉有很强的吸附性，两者结合在一起，能够把它们清洗得非常干净。像日常我们吃红枣的时候，尽量不要与高蛋白的东西一起吃。红枣里面含有丰富的维生素，维生素会使蛋白质出现凝结的情况，不容易被人体吸收和消化，所以我们在吃的时候这一点一定要注意。而且它不能和黄瓜、胡萝卜一起吃，因为黄瓜还有胡萝卜，它们里边含有能够破坏维 C 的氧化酶，如果一起吃的话，就会降低了红枣的营养价值。日常食用的时候，这一点也一定要注意。红枣里面的营养成分非常丰富，含有丰富的铁元素。日常泡水喝的时候，尽量和桂圆一起泡，这样它的营养成分才会更加丰富一些。红枣的表皮特别硬，里面含有丰富的粗纤维，吃的时候一定要细嚼慢咽，不然吃上不容易消化，还会刺激胃黏膜。日常感冒发烧的时候，最好不要吃红枣。红枣里面的糖分很高，吃了以后对身体不太好。清洗干净以后，把它捞出来，放进大碗中，再用剪刀把果肉剪下来。剪好以后，放进榨汁机里边，往里边加上150毫升左右的清水，盖上盖子，打成红枣泥。打好之后，倒进小碗中，再准备一个保鲜袋，往里面加入适量的核桃，用擀面杖把它压碎。像这样就可以了。把核桃碎直接倒进里边，再往里边加入2勺准备好的白芝麻，加上1点红糖，搅拌均匀。搅拌均匀以后，倒入适量的面粉，一边搅拌一边加，少量多次的加进里边。像这个碗有点小了，咱们把它换进一个大一点的碗中，方便操作。搅成视频中这种粘稠度就差不多了。电饼铛提前预热，然后往里边刷上1点油，再把搅好的面糊直接倒进来。用铲子把它铺平整，用上下火倒至3分钟。3分钟以后，差不多已经熟了。这个饼非常的薄。3分钟以后，把饼直接放在案板上。这个饼非常薄，特别的柔软，不烫手的时候切成小块，切好以后装进盘子里边，就可以上桌食用啦。这样做出来的饼非常有营养，既好吃又简单。
而且做的时候不用醒发，出锅以后特别的柔软，吃起来特别好吃。早上的时候把它当做早餐，营养非常丰富，孩子吃上以后对身体非常好。喜欢的朋友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。点击我的头像可以观看更多的美食视频。这里是百味厨娘，感谢您的观看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。